iPhone 14 Pro Max，iPhone 的最新旗舰产品。这代的 iPhone 啊，在影像上终于有了高清模式，而且在这方面啊 ，iPhone 好像还有点聪明哦。那具体怎么聪明呢？咱们后面慢慢展开，慢慢说。那在开头呢，还是先问问各位，在看这期节目之前，你是否对这台手机的影像能力很抱有期望呢？如果是打1啊，如果压根就没抱什么期望，打2。嗨，我是张张，我回来啦。今天除了我回来了，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朋友 iPhone 14 Pro Max。这台手机拿到手，我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还是挺好的。但是毕竟因为它是第一批产品，还是有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哪不完美？它不好就不好在它不是我的，对，它是 LanZ 豪宅喵这位热心的网友借给我们的。没错啊，感谢 LanZ 豪宅喵这位热心的大侠借给我们这台手机啊。他就好像是一位武功高强的高手啊，在无数黄牛围剿当中，第一时间抢到了这台手机，而且他还知道我们困难之后，把它借给了我们。那如果在古代的话，他一定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大侠啊！非常感谢这位 LanZ 豪宅喵热心网友。那说回今天的主角 iPhone 14 Pro Max， 它在影像方面确实有亮点，确实有提升，但是我仿佛听到了友商在背地里骂他说：“这家伙真鸡贼啊！这家伙全是小聪明，净抖机灵。”可是小聪明都用对了地方，那不就是真聪明吗？那具体聪明在哪儿呢？那我们后面评测中呢慢慢展开，咱们到结尾的时候再说。那作为两眼线的节目，每期我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拍得不好抛砖引玉，主要是想吸引您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就是这台手机所拍的啊，还是那句话，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长张。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一定要点赞、关注、支持我们，这样我们节目才可以做得更长久。那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 iPhone 14 Pro Max 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iPhone 14 Pro Max 后摄是3颗镜头，跟13 Pro Max 是一样的，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3倍的长焦镜头。但是拍摄界面中呢，却给了你4个焦段切换按钮，其中2倍焦段切换按钮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完成的，它并没有2倍的光学镜头。那现在标出来的位置呢，就是弱格式的开关按钮，这次的弱格式也担任了高清模式的职责。那么好啊，后摄有3颗镜头，我们一颗一颗的说，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那么我们先从主摄开始说起。从硬件参数上说，主摄的变化是最大的，首先是感光器的尺寸增加了。不是 1.28 的，就是 1.3英寸的，而且它终于有了高清模式，4800万像素。样片我们先从普通模式开始看，成像的风格也就是色彩方面啊，中规中矩啊，还不错。那中心跟边角画质方面，中心解析力还不错，但是边角画质确实下降了啊，就是强如苹果啊，换了大感光器之后，边角画质也很难把控。那之前的苹果主摄边角画质是非常优秀的。再看一张主摄的样片，色彩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仔细看还能看出计算摄影的痕迹，比如说树跟天空的边缘。光学素质方面，中心解析力确实不错，但是能看出一点锐化来，边角画质依旧是下降啊，这个是另一边的边角画质。那下面就是普通模式跟高清模式的对比了，高清模式只能用弱格式来拍啊。那在解析力方面，高清模式确实比普通模式在解析力方面强很多。
但是用弱格式拍照成像速度会慢一些，摁下快门要转一转啊，还有容量很大，轻松上百兆。不过高清模式只能用弱格式来拍，这点就是我认为苹果很精明的地方。那到底有多精明呢？咱们结尾的时候再说啊。不过我先提示你们一下，弱格式被认为是专业格式，很多人都觉得弱格式就应该比 JPG 强。那 iPhone 14 Pro Max 的弱格式真的很强吗？咱们慢慢说啊，尤其到宽容度环节咱们再讲。那再说超广角镜头，超广角镜头的感光器尺寸也变大了，达到了 2.55分之一英寸。从样片上看呢，颜色看起来不是很鲜艳，但是蓝天的颜色确实加深了。那光学素质方面，中心解析力没问题，边角画质虽然说还是有下降啊，但是比之前的 iPhone 要强很多。那看过 iPhone 13 Pro Max 节目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它的超广角的边角画质是非常差的。再看一张样片，这回颜色比较正常了啊，最起码蓝天的颜色没有加强到那么的蓝。那光学素质方面，中心解析力没问题，边角画质还是有些下降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比之前的 iPhone， 比如说 iPhone 13 Pro Max 的边角画质要强太多了。那你们是不是也关心超广角的弱格式表现怎么样呢？从样片上看呢，最起码蓝天不是那么蓝了，但是也没这么白啊。那由于超广角的弱格式是没有高清模式加持的，所以在解析力方面跟普通模式是没有区别的。稍再提一嘴微距的表现啊，因为这台手机的微距就是用超广角镜头拍的。那以往的 iPhone 在微距的表现上一直都是不错的，那这台 iPhone 14 Pro Max 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可以说很优秀啊。再看中长焦镜头，那这台手机呢有一个3倍的长焦镜头，从参数上看呢跟13 Pro Max 那会儿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感光器的大小我是没有查到的。那如果我标错了呢，大家可以指出来啊。先说一下这颗3倍镜头的对焦效果，不错啊，在使用中没有任何的对焦问题，挺不错。但是别忘了啊，这次在拍摄界面中还有一个2倍的数码变焦的选项，而且这台手机的主摄已经有了高清模式，它的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我们也来看一看。现在看到的是2倍数码变焦跟主摄直接拍的对比啊，在解析力方面，2倍数码变焦的解析力更强。那前面说了，2倍数码变焦是用主摄的高清模式拍的，那下面咱们就看看这个2倍数码变焦跟主摄的弱格式，也就是高清模式在解析力方面的对比。结果一看还真差不多啊，在解析力方面两边差不多。再看3倍镜头的表现，3倍就是光学镜头了啊，跟2倍的数码变焦比，在解析力方面确实优势还是挺明显的。那这点是没有悬念的啊。那毕竟3倍是光学镜头，2倍数码变焦再强也很难打败3倍的光学镜头。那现在是2倍焦段的 JPG 跟2倍焦段的弱格式的对比，在解析力方面没有区别。那同样的3倍焦段的 JPG 直出跟弱格式的对比，在解析力方面也是没有区别。iPhone 14 Pro Max 的前摄照片模式里有广角，合照一定要用这个。照片模式里有一个冷色调，还挺好的，因为它的相机照起来显得人特别黄，冷色调可以稍微还原一下。人像模式里可以给自己打光，背景虚化也挺漂亮的。视频录制方面，前摄我测了一下防抖，还可以，你们觉得呢？iPhone 的人像表现，很多人都觉得它还原的很准啊，但是老实说，这次人像的表现并不怎么样。长长的肤色并不是这么黄的啊，他看完之后也是，怎么拍成这样的呢？怎么越拍越难看呢？好，重头戏啊，宽容度的表现。那先说直出宽容度的表现，这台手机还是不错的啊，亮部细节、暗部细节呈现都还不错。但这次的重点我们要放在直出跟弱格式的宽容度对比上。那首先要说一点啊，这台手机就是 iPhone 14 Pro Max 的弱格式拍完之后，如果你要不调的话，就是右边的效果比较难看啊，基本没法用。那这点呢跟相机是不一样的，我用过所有的相机，它直出的 JPG 跟弱直出的效果在亮度上、在色彩上都是很接近的。那弱格式的调节方式呢也非常简单，之前的节目也介绍过，用 Camera Raw 打开它之后，先点一下自动就好了。点完自动之后呢，如果你还不满意，你还可以继续调整亮部、暗部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可以了。那微调之后的弱跟直出比呢，还是稍微可以看的啊，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图片当中有一个很黑的区域，就是洞口里面。但是据说弱的宽容度要比 JPG 要强，是吧？那咱们看看能不能调出点什么。那调的方式呢，我还是用 Camera Raw 来举例啊。打开弱格式以后把洞口放大，你就尽量的把暗部细节往上提吧，提升，就不用管别的地方的效果就看洞口里面。你还别说，多少能看见点东西。那 JPG 的效果会怎么样呢？同样的，还是用 Camera Raw 打开 JPG， 还是玩命的调整暗部调，
最后调的就简直太惨了啊！暗部细节出不来，而且这绿了吧唧的，简直没法看。放在一起对比看，弱调整之后虽然说也看不见什么，但肯定比 JPG 强啊，对吧？那一般的 UP 讲到这儿就完了，他会告诉你弱格式多么牛多么牛，但真的是这样吗？咱们往后看，这个场景的测试压力可比刚才那个场景大得多啊！咱们看看表现怎么样，还是弱格式直出的效果比较惨，咱们得稍微微调一下。那微调之后看出点什么没有？那咱们重现一下弱格式的调整过程，还是先打开弱文件啊，发现弱文件的颜色有点深沉，那咱们还是先点一下自动，点完自动之后，咱们看一下暗部细节，咱们调整一下，哎，怎么暗部虚成了这样？这个不对呀，这暗部细节可不是这样的。那隔壁 JPG 的表现怎么样呢？咱们还是用 Camera 打开之后放大之后，发现暗部细节还是很清晰的，而且还可以再继续调整暗部的加减曝光。那现在把 JPG 和弱格式稍微调整之后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你们就能发现弱格式到底有多虚了。那导致暗部细节发虚的原因有2个，一个是 HDR 多帧合成的时候暗部细节没有对齐，还有就是降噪处理的时候算法没有处理好。那总之呢，弱格式的表现并不理想。弱格式暗部发虚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很多宽容度测试环节它都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再给你们看一个比较明显的啊，那即便是强如苹果，它的弱格式在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宽容度测试场景中也容易出现问题啊。那看来还是数据量比较小的 JPG 在这种难度比较大的测试场景中表现很稳定。再看夜景的表现，苹果的手机拍摄夜景的时候，自动夜景是不能永久关闭的。不过呢，它在城市照明环境中这种大光比的场景，虽然说光线比较复杂，但还是比较亮啊。那么它处理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那这里着重说一下，在这种比较亮的夜景的情况下，如果你用弱格式拍照的话，它依然可以开启4800像素的高清模式来拍照，你会得到一张比直出 JPG 更清晰、细节更多的夜景照片。不过呢，有2点要注意啊，一个是用超广角拍摄就没有这种福利了，弱格式跟 JPG 在解析力上没有区别。还有就是一旦到了暗的地方，主摄也会降到1200万像素来拍摄弱格式，到时候解析力就没什么优势了。还有一点要特意说一下，在夜景拍摄的时候呢，也不要过分的迷信弱格式。那首先弱格式拍完之后呢，是非常的暗的，你还是需要稍微调整一下。那前面已经说了，点一下自动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还可以在暗部细节、亮部细节继续修改啊，看起来很神奇。但是如果你直接打开隔壁的 JPG 照片，你会发现它已经给了你一张曝光非常合适、经过计算摄影的 JPG 图像了，而且你还可以继续调整亮部细节、暗部细节啊，这个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手机都是这样。那在后面的测试中，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我都用 JPG 跟弱进行了对比啊，可以说差距微乎其微，但是弱格式还是需要微调的。那弱格式如果要是不调的话，效果还是很惨的啊。调完之后，跟直出 JPG 的表现还是很接近的。那么这种接近呢，一直持续到了女流氓小象啊，依然是细节呈现上差别不大。直到祖传神树场景的出现，这个场景的光线还是非常暗的。那么主摄的直出 JPG 跟弱格式对比的话，还是弱格式的解析力更强。当我认为主摄的弱格式在夜景有优势的时候，健身器场所出现了，一顿猛操作，把弱格式叮咣544一顿猛调，结果发现，哎，这细节虽然说还是有提升，但是这个提升代价很大呀。还有呢，弱格式您得会调，如果您只会点自动的话，那就是右边这个效果啊，很惨啊，没法用。那同样的，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弱格式的表现，经过一顿调整之后，还是比直出的 JPG 要强的，但是还是需要您有调节弱格式的经验，否则这种环境下弱格式的效果还是很惨的。视频录制方面呢，我们依然还是把重点不放在杜比世界上，因为这个格式呢并不是工业标准啊，它需要拍摄设备能拍，还需要观看设备能看，而且要拍出一段好的视频，不光是格式的问题，还要有拍摄设备，比如说稳定器呀、三脚架呀、滑轨呀，后期的时候还有剪辑、配音、配乐呀，所以光有格式是没有用的。那后面的测试中呢，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离大家最近的走路防抖上，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现在看到的就是主摄走路防抖的表现，清晰度、防抖都非常不错。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很不错的，防抖、清晰度、色彩都很上乘。3倍录像的表现水准依旧不错啊，清晰度、防抖、色彩都没问题。夜晚主摄的表现，从防抖上说呀，就没有白天强了，而且鬼影是很重的啊，这是苹果的特色啊，也是臭毛病。那同样的，超广角夜晚的表现跟白天比差距也是挺大的啊。防抖啊、清晰度啊这些都有下降。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象，
那防抖呢还可以啊，细节拍的也挺丰富的。超广角在这个场景就跟其他手机一样了啊，应付起来很困难。工业设计方面，背部造型还是沿用苹果的一贯设计方案，辨识度很高。但是后摄的凸起高度可比每一代都要高了，因为主摄变大了嘛，厚度也随之增加。手机正面的造型发生了变化，刘海呢变成了感叹号，屏幕亮起来之后呢又变成了小胶囊。小胶囊这个前摄区域也是这次宣传的重点，有一个灵动岛功能。那至于它怎么灵动呢？这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啊，你们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哦，对了，这回屏幕的显示效果非常棒啊，用的是三星的最顶级的屏幕，连三星自己还没用上呢。看来只要肯花钱，什么都好办。那至于这台手机的 A16 芯片的性能啊，还有游戏发热跑分啊，这也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这次苹果的做法有点聪明啊，它把RAW格式跟高清模式结合起来了。那其他厂家的我们也聊过RAW跟 JPG 的区别。那些单帧的RAW咱就不说了啊，效果很惨。多帧RAW的表现呢，也不能和计算摄影直接拉开差距。再加上其他手机的高清模式已经在解析力上比RAW格式强了，那导致手机的RAW格式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苹果的做法可不是这样，它把最直观的解析力赋予了自己的RAW格式，这导致消费者会认为苹果的RAW格式真的好啊，各种好，那就是比直出的强。再加上有一部分人错误的以为苹果的 JPG 已经天下第一了，那苹果的RAW格式肯定比其他的手机强得多得多呀。你说这个做法精明不？那其实这是个小手段啊，很容易实现，算是个小聪明。但小聪明要是用对了地方，那不就是智慧吗？那其他的厂家好好学学吧。不过在视频里呢，我们已经展现了各种环境下RAW和直出的对比了。那很多时候苹果的RAW也不能和直出拉开差距，扩张度环节更是不如直出啊，而且差距还很大。那消费者在用的时候呢，别迷信RAW格式，光线好的时候也就主摄可以用一下啊。在解析力提升的同时，文件体积也大了不少啊，轻松上百兆哦。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一定要点赞、关注、支持我们。没错啊，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